還沒到盛夏，歐洲就先撐不住了。6月底呢，西歐出現罕見的極端高溫天氣，法國、英國、意大利、西班牙等國的氣溫接連突破40度。法國創下了1947年以來气象記錄當中單日最高氣溫。高溫期間已經有40人因溺水而亡。這次極端酷暑呢，不是普通的夏季高溫，而是氣候變化接近臨界點的一次強烈的警告。大家好，我是謝飛啊，歡迎來到今天的謝飛觀察。熱浪徵兆啊，早已經在6月中旬顯現了。從18號開始呢，北非撒哈拉這個熱空氣團向北移動，首先席捲了西南歐，然後呢迅速蔓延到了歐洲中西部內陸。22號呢，法國的夜間氣溫呢創下了1947年以來的歷史最高紀錄。氣象局呢隨即把全國的54個省區都列入了紅色高溫預警範圍。23號呢，災情繼續惡化，全國的30個氣象站的數據顯示，日平均氣溫為29.8度啊，記住啊，是攝氏度啊。西南部的朗德省皮索斯站测得了44.3摄氏度的極端高溫。當晚呢，法國紅色高溫預警範圍擴大到了58個省，覆蓋了一半以上的本土地區。持續極端高溫迅速呢擾亂了西歐各國的社會正常的運轉。法國的埃菲爾鐵塔、盧浮宮緊急提前閉館，多地中小學停課或者是縮短課時，鐵路部門呢臨時取消多趟的城際列車。法蘭西島大區更是預警鐵軌的溫度或將突破50度，存在運行隱患。高溫造成的傷亡風險很大呀。法國總理勒克爾尼呢，於6月23號呢召開的緊急會議當中表示，從6月18號開始，已經有40人因為消暑而下水游泳溺亡，遇難者主要是年輕人。法國體育部長呢費拉里特別強調，無人監管水域的涉水活動風險很大，並不是小事兒。另外啊，這個高溫呢還導致了基礎設施故障。法國的這個西北部的菲尼斯塔尔省呢，因為变压器過載而停運。一度呢使超過10萬戶的家庭停電，暴露出當地電網的抗災短板。那麼除了法國之外，西歐其他國家呢同樣深陷高溫困境。英國氣象局呢於22號發布了歷史上第2次最高級別的紅色高溫預警，預計英格蘭中部和南部地區的氣溫會超過39攝氏度。24號呢，英格蘭的南部實測氣溫達到36.1度。打破了1976年的這個6月的氣溫記錄。國內的幾百所學校停課啊，鐵路部門呢呼籲民眾非必要不出門。意大利呢把羅馬、米蘭等16個主要的城市列入到最高級別的紅色高溫警報當中。由於空調用電量增加，米蘭、都靈出現了大面積停電的情況。佛羅倫薩的這個烏菲齊美術館呢，也因為空調出了問題而暫時停止售票。那麼在西班牙的17個大區裡邊呢，有13個發出了橙色的高溫警報。巴斯克尔大區呢，更是升級到了紅色警報。安達盧西亞南部一些地方的這個氣溫已經接近了44度，這個已經有2個人因為中暑而去世了。馬德里政府呢也開設了高溫的避難所，在白天的時候呢，給弱勢群體呢提供飲水和物資的援助。本次大範圍的熱浪的这個直接成因是典型的大气熱穹頂效应。北非熱空氣团呢，由於這個副熱帶高壓的這個推動而異常北移，並被高空高壓系統牢牢鎖在了這個歐洲上空。那麼比利時的氣象學家德赫瑙對此做出一個解釋，說高壓系統就像一個大鍋蓋一樣，把熱空氣困住，並且向地面施加壓力，抑制雲層的形成，使得太陽輻射直接照射到這個地表上，從而形成了持續升溫的這個惡性循環。熱穹頂是表層誘因，人為造成的氣候變化才是深層的根源。那麼根據氣候研究機構气候快速歸因平台的歸因數據，那麼這次熱浪的整體溫度比正常情況下高出了4度，其中巴黎高出2.4度，米蘭高出3.8度。牛津大學的这個吉內斯塔就說高壓天氣系統不是由氣候變化引起的，但是
氣候變暖提高了全球的溫度基底，使得每次的热浪都更加極端。帝国理工學院的教授奧托也说这一次的这個極端的熱浪就是人類活動造成氣候變化的一個直接的結果。歐洲呢有一個嚴重的短板就進一步的放大了高溫災害的影響，因為當地的家庭這個空調覆蓋率為20%，而英國只有5%。因為大部分時候對於他們來說非常的涼爽，甚至有點冷。在40度的這個極端高溫下，大部分的居民只能靠開窗通風，或者是到公共降溫點避暑。法國的氣象局呢，把這次熱浪和2003年造成大約8萬人死亡的歐洲超級熱浪做比較。環境部長巴爾普特呢就發出警告，這次高溫短暫緩解了之後可能會反彈，一直持續到7月14號。世界氣象組織呢5月底呢發布了一份報告，當中顯示，在2026年到2030年間，全球的平均溫會比工業化前高出1.3到1.9攝氏度，大概率會出現比2024年更熱的一年。加上下半年預計出現的厄爾尼諾現象，是吧？到了2027年可能會再創高溫記錄。那作為全球的升溫最快的大陸呢，歐洲的變暖的速度遠遠快於全球的平均值。目前的這個熱浪呢，是2026年夏天極端天氣的開始，之後在醫療保障、能源供應、山火防控等方面的壓力，應該說是越來越大了。好了，感謝收看這一期的謝飛觀察，我們下期節目再見。